全台關注淡江大橋即將通車，搶先看令人震撼的橋下視角，你看過嗎？這趟行程很瘋狂，一天挑戰台北最硬路線，從市區直衝硬漢嶺，再一路玩到海邊看夕陽，先來個濃郁會流心的混蛋早餐，再出發。爬上硬漢嶺有多累，眼前的風景就有多值得。在左岸公園看鸚鵡飛翔，有時候快樂就是這麼簡單。八里這個登高秘境，很多人經過，卻從沒上來過，你是不是也錯過了呢？阿給、荷包蛋、魚丸湯、百年中央行的青草茶，淡水看夕陽，哪裡最美？答案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樣。在薩克斯風的旋律裡，漁人碼頭、白色情人橋，原來台灣也可以這麼浪漫。這條路線到底值不值得？我直接實測給你看。我是 Emily， 不開車怎麼玩？挑戰一日出遊，這條路線一定要收藏。今天的挑戰一日出遊， Emily 要帶大家當一日硬漢，爬小百岳之一的觀音山最高峰硬漢嶺。現在的時間是早上8點10分，我們已經來到捷運蘆洲站1號出口。騎上 U-Bike， 我先帶大家去吃一間在當地很有名的混蛋早餐。從這裡出發，大概騎5分鐘，在蘆洲教會旁邊還車。早餐店就在旁邊，非常的方便哦。蘆洲宏記豆漿店的混蛋飯糰評價非常高，是他們的特色人氣招牌。Emily 今天也要來試試看。哇，來了！你看，飯糰裡面居然是皮蛋加上溏心蛋雙蛋組合，怎麼搭得這麼漂亮？連蛋黃都流出來了，趕快來咬一口。超好吃的，你看，還有鹹香的肉鬆和脆脆的菜脯。今天Emily 真的來對了。還有小編點的這個打拋豬蛋餅，香酥的手工蛋餅皮包着獨門夜市打拋豬肉餡，除了香還是香啊！太陶醉，一直在吃。等到我回到捷運蘆洲站1號出口，剛才借 U-Bike 的地方，準備搭G20的時候，9點的車子跑了，可憐的我和小編只好等下一班。天哪，10點嘞！終於G20公車即將進站。陸續上來不少人，原來愛爬山的人這麼多，運動身體好，大家要跟上哦。經過了大約30分鐘，觀音山遊客中心到了。這邊上去，然後那個木板，那一直上去。好，謝謝。我們先進去觀音山遊客中心看一下，這裡資料很齊全，要走步道、查路線都可以。哦，大家別忘了先上個廁所，裝個水哦。10點40分，我們從觀音山遊客中心旁邊的這個階梯入口出發，正式進入今天的挑戰。目標是小百岳之一硬漢嶺的最高點。網絡上說，攻頂大約只要40到60分鐘。今天我們直接實測看看，
到底要多久才能到達呢？入口不遠處有一間 bagel 店。我們的主要的產品是 Double Cheese 的 bagel，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自家的茶廠的冷泡茶，然後我們有蜜香紅茶冷泡茶跟那個四季春冷泡茶。想爬山要補充體力的人可以參考看看哦。終於到600公尺了。這邊呢有一個休息區，大家可以休息。但是呢，我想繼續爬。所以還要走好遠哦。不會啦，你們不是從遊客中心上來？我都快腿軟了。哦，要腿軟的地方還沒到，前面的。你們經過了前面那一段就好了，就會比較好走了。哦，謝謝。在小編一路的精神催促下，我們終於抵達硬漢嶺登山步道交接處，先休息一下。哇，這位小弟弟也太猛了吧！邊走還能邊補充體力。我們趕快出發吧！沿路啊，還有一個很暖的設計——奉茶。說真的，在山上看到這個，真的令人感動。謝謝那些默默付出的人。繼續往上走，左邊有一個觀景平台，這裡可以休息，也有廁所，算是中途的救命站哦。Emily 選擇到觀景平台看風景，可惜霧氣太濃了。整個看出去啊，就是一片白。不過，如果是好天氣的話，這裡的景色應該相當不錯。我們現在往右手邊走，繼續前進。12:03，終於攻頂了。你看牌樓的對聯：走路要找難路走，挑擔要撿重擔挑。哎，我這個滷肉腳都爬上來了，你也一定可以哦。人生有些路看起來很難，但一步一步走就會到。不是變強了才開始，而是開始走了才慢慢變強。我們一路下山，行經弱者俱樂部，終於來到硬漢嶺步道登山口。中午1:03，順着路往下。走到了凌雲禪寺站，G20公車帶我們回捷運蘆洲站搭704公車。到了捷運蘆洲站下車，704公車就在下車處的對面，超方便。1:48，我們轉搭704公車，從捷運蘆洲站一路直達渡船頭站。車上的人真的蠻多的，
搭車、擠車，讓我想起了以前讀書的時光。2點08分，終於抵達渡船頭站。都下午2點了，大家應該都餓壞了吧？那就話不多說，直接開吃。客蛋包、統力雙胞胎、許家花枝燒，還有這個麥古卡烤玉米。Emily 大學的時候是在淡水讀書，所以淡水、八里對我而言並不陌生。雖然現在很多店都是新的，但是走在這裡還是會有一種熟悉的感覺。時光啊，原來走着走着，一切都只能向前，回不去了。大家知道嗎？這裡其實藏着一個隱身在老榕樹旁的登高秘境。它原本是陸軍178旅的八里渡船頭軍營，經過改造蛻變後，變成一個眺望觀景平台。走上來之後，你會發現，原來八里也可以這樣看。Emily 來的這一天真的太幸運了，剛好遇到八里左岸公園有一群鸚鵡愛好者在訓練寵物鸚鵡飛行，一隻隻鸚鵡在天空中飛翔。原來幸福也可以這麼簡單。Emily 現在準備帶大家從八里渡船口這邊搭渡輪過去淡水。台北今天算是難得的好天氣，搭船吹海風，看淡江大橋。這個經典行程絕對不能少。这间老店的阿給和魚丸湯是我在念書時候的最愛，但是今天不一樣哦。Emily 要帶大家來試試一間沒吃過的。哇，冬粉吸滿了醬汁，口感滑嫩，口都超入味。搭配外層的油豆腐皮，口感很有層次哦。最後一定要搭配這個魚丸湯，這個組合啊，愛吃的人一定懂。天氣這麼熱，Emily 現在帶大家來保安藥房喝一杯青草茶消暑一下。這間可是擁有超過120年歷史的百年中藥行。大熱天來淡水一定要試試青草茶。淡水的街頭藝人，河岸美景，還有最美夕陽。哪裡是看夕陽的絕佳地點呢？就在水灣餐廳榮提店的旁邊。這條沿着河岸延伸的金色水岸步道，是淡水最浪漫的看夕陽路線之一。緊接着，我們買好船票，準備出發前往漁人碼頭。這一段航程最大的亮點就是會從海上視角直擊淡江大橋。在落日餘暉的映襯下，整座橋直接變成金色地標。而且重點來了，全台最關注的淡江大橋5月12日就要正式通車。我們今天直接搶先開箱最少人看過的橋下視角，超級壯觀！這種震撼畫面你看過嗎？
6點25分，我們來到了漁人碼頭。這條向外延伸的木棧道，近看淡水河，遠眺觀音山。夕陽落下的那一刻，這裡就是著名的淡水八景之一。當街頭藝人的薩克斯風旋律緩緩響起，眼前這座造型像一面白色風帆的情人橋，點起了燈，也讓這個夜晚多了一點動人的溫度。走在漁人碼頭的夜色裡，才發現原來台灣也可以這麼浪漫。今天的晚餐吃什麼呢？就是這間漁村拉麵屋，一邊是碼頭風景，一邊是淡水河景，可惜玻璃有點反光，畫面拍得不太清楚。我來點一個海鮮拉麵和一個豚骨叉燒麵。先來喝一口湯試試看。哇，真不錯，濃郁，香氣很夠哦。再來一口溏心蛋。我平常不太喝湯，但這一碗我直接喝到見底哦。小編點的海鮮拉麵也很令人驚喜，料給的很實在，海鮮本身也很新鮮香甜。今天的晚餐我喜歡。附近有淡海輕軌藍海線，我們搭到捷運紅樹林站就可以直接回到台北車站嘍。挑戰硬漢嶺、八里、淡水一日遊，真的有點累，但卻很值得。從一早蘆洲街頭的在地早餐，到滿身汗，一步一步爬上觀音山最高點，那種累，那種想放棄，其實都很真實。直到迎來眼前那片絕美景色，才會明白，原來所有的堅持都是值得的。一路轉車、搭船、吃美食，從山林的氣息到河岸的夕陽，最後走進漁人碼頭的浪漫夜色中。這一天像是把累跟療癒都走過一遍。謝謝你看到這裡，希望這些小小的瞬間能帶給你一點點的溫暖。我是 Emily， 如果你喜歡 Emily 今天的影片，歡迎訂閱、按讚、分享並開啟小鈴鐺，下期見哦。